局长，以前说医生好像没那么好赚，但现在很多医生都说买不起1.2亿豪宅，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施景忠跟苏一峰说，那个医生现在买不起。看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民众党的支持度已经剩个位数。柯文哲，台湾民众党主席，最近他遇到了大麻烦。有人预测本周五检调将有可能把柯文哲直接带走。假如说本周五柯文哲被抓的话，可堪对比的历史事件就是2008年陈水扁下台之后被送到了北检看守所。你想，柯文哲今年1月份刚刚竞选台湾的总统，他又是台湾第3大党台湾民众党的现任党主席，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如果被抓起来的话，无疑会在台湾的政坛引发一场地震。不过在我看来即便柯文哲这次逃过牢狱之灾他的政治生命应该说也算走到了终点。这位在台湾政坛风风火火火了10几年的这个政治明星在过去的20天的时间里，可算是经历了一场噩梦。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柯文哲的大起大落的政治人生。柯文哲早年是台大医院的医生给陈水扁当时2颗子弹的时候还看过病那么后来呢，他就参与到政治活动里。2014年的时候，他以在野大联盟为号召那竞选台北市的市长。他当时呢没有党派，然后呢他就挑战国民党派出的候选人连胜文。结果后来呢，在民进党的支持下，他就当选了台北市的市长。当了台北市市长之后呢，这柯文哲做了很多让一般的政治人物做不出来的事情。比如说，他2周之内就把那忠孝路上的那个立交桥给拆掉了。那个问题台北市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就是弄不了。结果他上台之后，嘁哧咔嚓就把它拆了。然后呢，在台北市里推广了很多措施，比如说什么便当舞会吃便当的时候跟那些政治官员开会。孙悟空一个筋斗云108000里可是为什么唐三藏还是要乖乖走14年到西天去取经？也就是说，在真实的人生里面，别人没有办法替你过活，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常常还是要自己解决。所以老实讲，我每天面对的问题我妈妈每次都问我说：“你怎么那么晚回家？”我说：“事情很多我说：“你不是很多助理吗？”我说：“照你这个逻辑的话，那总统都不用上班了，总统助理更多。”对，没办法，所以常常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还搞那一日市长助理你任何人只要申请，你都可以跟随柯文哲然后你去当他的1天市长助理，来看他怎么施政。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开明、廉洁、透明。当年柯文哲这个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一个人就背着包在机场里头没有座位，坐在地上，那拍出来那个照片引起了很多台湾年轻人的这种好感和共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过去20年的时间里，基本是蓝绿恶斗。这蓝绿恶斗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非常撕裂，就是蓝绿2党对国家认同跟身份认同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呢，关于这个整个台湾究竟如何治理好，双方好像做的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年轻人对整个台湾的政治充满了厌恶，因为年轻人在台湾的政治中间没有存在感，他们的利益也被忽略。而柯文哲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就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于是呢，柯文哲就成为了台湾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2019年的时候柯文哲成立了台湾民众党。那么呢，民众党成立之后的第1次县市长选举他的这个弟子高虹安就拿下了新竹市的市长，还获得了很多这其他县市的这种议员的席位应该说是初出茅庐就取得了不凡的成绩。那么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柯文哲呢就代表台湾民众党开始竞选总统。大家都知道蓝白合、蓝白合不合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柯文哲呢是获得了369万票。那这个成绩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年轻人呢，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柯文哲。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其实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希望寄托在柯文哲身上，希望他能走出一条非蓝非绿的白色的中间道路，也引导台湾的政治回归到一个理性平和的道路上来。但是没想到柯文哲在今年的大选之后不久就出事了。今年8月6号是柯文哲的生日，就在这一天有一个叫吴静怡的人呢，在网上就开始爆他的料。这吴静怡原先是民众党的党员是帮柯文哲经营这个 LINE 的这个账号。结果呢，后来跟柯文哲关系不好之后呢，就被民众党开除党籍了。结果就在8月6号这一天，
这吴静怡啊就在网上开始披露，说柯文哲你不是过生日吗？我给你祝贺啊！他就发现啊，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中间有很多笔账啊，好像是存在着非常大的疑点。这吴静怡就发现，柯文哲在政治现金里头呢，有大量的钱都跟一个叫慕可公司啊进行交易，涉及的金额总数呢大概有4300万。4300万可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这个慕可公司的名字啊，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蹊跷，慕可嘛，合在一起就是柯嘛。而且他发现呢，这慕可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柯文哲的同学，叫李文宗，同时也是柯文哲这一次竞选总部的这个财务总管。而慕可公司的这个 CEO 呢，叫李文娟，这李文娟就是李文宗的妹妹。那你想想，这瓜田李下，给人感觉就不是很正常。同时，他就发现了这慕可公司里头搞的是很多钱呢，非常蹊跷在哪儿呢？其中有1300万都是授权费，授权费就搞了1300万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钱都是疑窦丛生。那么这里头我要讲一个背景啊，就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一般来说你候选人你要募款嘛，这就叫政治现金啊，你普通人给柯文哲捐钱，捐钱之后呢，他然后打广告啊，搞造势晚会啊，就基本这样的。但是你完事儿之后呢，你这笔钱怎么花的？你要搞会计师审计完之后呢，向台湾的监察院去汇报。汇报完之后呢，监察院就把整个的账目啊、会计的报表呢，要让全社会来公开。就是这个公开之后，引来了吴静怡研究这些报表之后开始的爆料。结果就在同一天，不仅仅吴静怡啊，在台湾还有一个网民叫四叉猫，这四叉猫也是个网红啊。早期呢，他也支持民众党啊。后来在2021年之后呢，由于这种政见不合，他开始批评民众党。在8月6号这一天呢，这四叉猫也开始研究，就是台湾民众党报的监察院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会计报告书。他一研究啊，这里头问题啊，好像就更多了啊。他呢就发现啊，他说这里头啊，民进党的这个竞选总部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陈志涵。这个女的呢，是民众党的发言人，她呢就发现啊，在整个竞选期间呢，她的这个薪水也非常高，一共领了102万台币。那么一共啊，整个竞选过程中是5个月，那你平均下来1个月不就是20万台币吗？这20万台币1个月，那在台湾是相当高啊，你折算成人民币大概就是4、5万人民币啊1个月啊。你要知道，台湾一般的年轻人毕业之后2、3万台币，那你陈志汉你1个月拿20万台币，那这太高了。这陈志汉呢，过去呢被称之为战狼姐姐，因为他过去啊攻击力非常强啊。他指责这个民进党的党部里的高级管理人员，说他们1个月拿9万块钱的薪水就已经非常高了。他说这高不正常。但回过头来呢，他竞选的时候呢，他在竞选总部任职呢，结果他1个月拿20万。结果他把这个消息披露之后，这陈志汉就在网上说，他说那很累，我们当时参加很多活动，比如说什么一日北高啊，然后呢加班啊，非常辛苦。民进党呢，竟然只有1个人入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多数的他们的高层的幕僚都没有进行这个政治现金的薪资申报。不过网友质疑别人走大甲妈是为了信仰，小姐姐走是为了薪水。陈志涵一句确实，所以呢满满战狼风。你1个月领20万，你在哭什么？1个月20万，这个去走大甲妈这样走个一趟，不爽不要干，这样子哭穷哭了一整个选举就。拿出来看，才发觉钱乱花，才知道说原来陈志涵他5个月可以领到100多万。你再辛苦，你拿20万，那你想想这观感不佳啊！而且这视察猫这个研究就发现，他不光是这陈志汉一个人呐，那么整个民众党的这个党工中间，很多人拿的这个薪水都非常高，动辄就是60、70万。结果有好事者就统计了一下。在整个3大党的竞选总部里面任职的人拿的薪水啊，一共排名前20名的这个里头啊，有12个人都是民众党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名表里头啊，前4名都是国民党的，最高的拿了165万。要说国民党这个拿的也是真的是高啊，165万块钱。你想这什么钱能拿这么高啊？结果这民众党呢，动辄都是50、60万。而你别说，人家民进党的前20名里头只有2个人。第一个人呢就是70万，第二个人50万，所以人家民进党人拿的薪水就低嘛。所以你看，你民众党你天天说你是代表小草，小草是什么意思啊？小草就是在台湾那些最无助的年轻人嘛，
收入低吗？没有声音吗？他们都是用自己最微薄的收入来一点一点的这种小额捐款支持的民众党。结果你民众党呢，你自己的高层拿这么高的工资，你说得过去吗？所以四叉猫的这个爆料之后，立刻就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小草就不干了，对吧？就是这觉得跟你民众党宣称的这个理念好像是反差有点大，那这就打响了开始这个8份民众党政治献金案的这个第一枪，这2个人啊。那么紧接着这问题啊就越扒越多，你比如说就有人开始发现啊，说这个民众党啊，他这个党部啊，就是竞选总部啊，就是在新庄的竞选总部啊，一共花了1824万，1824万，就整个竞选期间啊。那么这竞选期间1824万里面呢，是在3大党里头是最多的，比民进党、比国民党都高好几倍。而这里头啊，其中1454万呢是装修费用。那个房子啊，当时我去了。民众党的全国竞选总部，一到门口就有2个支持者吧，在那门口还照相了呢。柯批是柯文哲的绰号。这门口是他们的竞选的标语：弃蓝绿，保台湾，把国家还给你啊！台湾民众党。好嘞，我们进去看一眼。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竞选总部。当然可以啊，有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竞选总部都有一些什么活动啊，或者说有什么功能啊？开记者会。哦，就是现在就是民众党的记者会，一般都在这儿开吗？大型的都在这里，比较大的。哦。以前都是在党部，就是小小的，然后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然后记者就会坐在这边。那个选前这个地方还有记者会吗？应该是没了，没有记者会，都往外面跑了。昨天有开一场，然后昨天在这开了一场。对，昨天又开了一场关于媒体的。你们这个竞选总部有点小啊，是吧？有点小。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呢，它是新北，并不是在台北啊，地理位置也比较偏呢。那么当时就有人说了，他说是1800万呢，在新庄这个地方买一套房子都够了。结果这民众党啊，就装修了一下，就花了1454万，这不疯了吗？是吧？怎么花这么多钱呢？结果呢，民众党就出来解释啊，说我们当时不仅仅是你1楼看的，2楼我们当时也装修了，也租下来了啊。2楼租的那个房子还有装修，其实加起来有500平。结果刚说完，人家那个组织装修的那个公司就出来说了，是依照他们指定的材质跟选项去帮忙，包含了代采购的部分，包括你看到的外面的招牌啊，或是竞选总部不是有很大的液晶电视吗？那也都是我们代为处理的部分。被要求完成这样的任务，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包括2楼有3个楼层3个复数的办公室，所以合计的总楼地板面积是300平。装潢公司强调，当时装修面积就只有300平，与柯文哲近半声称使用了500平，明显有出入。当场打脸民众党。你想想，就那么一个竞选总部花了1824万，确确实实是说不过去。而且接着这些人继续扒，就发现他这里头啊，说是这个便当有一天就报了96万台币啊。那你想想，光便当，台湾的台币那便当，这20台币、30台币一盒啊，你这96万你哪来的呀？对吧？结果后来他们就解释说，这搞错了，不是96万，是一个是960块，一个是110块，这2个单子啊合并登记的时候看错了，就写成了96万。但紧接着人家这些网民就说了，你这不对，为什么呢？你这个960块钱的这个便当的这个发票啊，和这个110块的这个发票根本就不是一天的，这第一。第二，你这960块的这个发票在当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登录了。你这110块的这个发票是隔着好几天又登录的，那你怎么可能放在一起登录变成96万块钱的呢？显然是在撒谎嘛，对吧？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紧接着，问题是越来越多。那么当时啊，8月8号这一天呢，这个民众党就出来解释了，说这个木可公司啊，当时的授权费1300万怎么回事呢？
说是当时竞选的过程中有很多小额花费不方便，于是就委托给慕可公司来做，都委托给他了。然后但是以授权费的名义交给了慕可公司。那意思就是说，那么多小额的那个事情不好弄，我就给了他一笔整个的钱，这个钱实际上是行政的作业费。但是人家当时很多网民就说了，你既然是行政作业费，那么你这个钱如果没用完，那这钱应该回到民众党，对不对？可是慕可公司账上留了那么多利润，那利润没有回到民众党，你怎么解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呢？因为你民众党你给这个监察院报的这个政治现金，这报完了之后，你也没有从这个慕可公司回来呀，那你慕可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些人就指出来了，这慕可公司其实就是民众党的党产，就是柯文哲在民众党的这个党部之外搞了一个自己的皮包公司。这皮包公司就是花钱花起来比较容易。要知道台湾的政党法里规定任何政党都不能有自己的党产，如果你经营党产的话，这就违法了。所以你看这慕可公司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是吧？紧接着又有人调查出来了，发现还不仅仅是慕可公司，还有好几家非常可疑的公司。比如说当时这四叉猫就在网上研究说这个程志汉呢，他在那个 Facebook 上关注了一个只有几个人粉丝的这么一个人。他循迹一查，这个人呢，他名下有一家公司叫做石乐公司。这石乐公司呢也不简单，从这个柯文哲那地方也接了大单，接了什么大单呢？是一个1000万台币的，就是拍摄竞选影片的这么一个这个单子。你想想，柯文哲当时竞选的时候，天天说没钱，结果他拍一个竞选这种影片花了1000万，他都是那种对着镜头跟我们王菊拍案一样讲一讲他的施政理念，又没有什么大制作，他怎么会花1000万台币他有这么好的生意，我们都得去这个投标那给我们1000万台币，我给他都包了，2028年的我都给他包了。你想想，这也不太正常就是说，柯文哲一方面在公众面前宣称他们的钱来自于小草，他们没有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花起钱来真的是大手笔。紧接着就有人发现了，你就比如说他当时搞民调，他搞那个叫什么真实民调公司，什么求真民调公司，一共搞了9次民调，这9次民调花的钱呢，好像也是1000多万台币，1000多万这明显是显著高于其他的政党搞的那些民调。更可笑的是，就他搞的这些民调最后其实跟真实的民调之间相差甚远。当时他这个求真民调给他搞的，柯文哲总是第2、第1，结果呢，最后选举出来他排名第3，他都被这个假民调给骗了，而这个假民调还花了比别的政党搞民调的时候5、6倍的价格。那么这些问题就在那么2、3天的时间里集中爆出来了。到8月8号的时候，柯文哲他们都坐不住了结果呢，这个慕可公司就开始宣布出来说，8月12号的说我们这个钱呢，我们不要了，我们都捐了，我们公司停止运营。那运营也不行很多人就说这是在逃避责任因为你这你要是公司关闭了，你的账你可能就销毁了，就没有了，你这有可能就是毁尸灭迹。紧接着台湾的检调部门就开始介入了就开始约谈这李文娟，也包括他们这个会计师端木正。因为当时民众党说他说我们这个账这个会计公司都弄好了，他们都弄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柯文哲在今天下午亲自召开记者会，坦诚发现外包的会计师端木正以时间来不及为理由，将漏报的2000多万元擅自调节成9笔申报，换到慕可、尼奥和石乐公司。其实我也相当紧张，表情严肃，脸色铁青，情上火线，说明政治现金疑云，定调是乌龙，不是污钱，罪魁祸首是他。登打的业务全部外包偏移形式，你知道吗？没有一笔一笔输入，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灌进去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会计师该负的责任，我们也会依法追究。结果呢，端木正就是那会计师也出来说了，说其实我们都是按照严格的自己的这会计守则来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双方都内讧了，所以当时就有人开始指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就是柯文哲当时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因为这些人都是黄珊珊找来的，
就是包括端木会计师啊，也包括那个慕可公司啊、石乐公司啊，还有尼奥公司啊等等这些人呢，都是黄珊珊搞来的。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说黄珊珊应该负责。结果怎么着？因为8月12号，人黄珊珊出来说，我辞去民众党的中央委员职务。各位，我是这个柯文哲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在整个竞选过程里面，我们负责沟通协调各部门，所以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我身为总干事，我们财务部发生如此重大的疏失，我当然责无旁贷，所以我向中央委员会请辞党职。大家都说民众党的中央委员也不值钱，你怎么不辞立委啊？因为黄珊珊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呐，那立委的好处多呀，社会影响就大。结果黄珊珊就是不辞。要说黄珊珊这个人呢，我对她的印象确实是有点不好。为什么呢？我今年1月份到台湾去采访大选的时候，我不是找到柯文哲的那个美发师去理了一次发吗？我理发的时候，我这个主要是想了解柯文哲的情况啊。我到那儿我才发现，理一次发要6000台币，6000台币啊！这6000台币大概是什么这个行情呢？差不多就折人民币1000多块钱。而如果要是在台湾的大街上随便理个发啊，经常就是200-300台币就理下来了，非常便宜。但是你柯文哲6000块钱去理一个发，我当时就问，我说这柯文哲是怎么来找到你的？他说黄珊珊带他来的。黄珊珊当时是台北市的副市长啊。那我就想了，那你柯文哲一个政治人物啊，你有必要花6000台币去理一个发吗？你黄珊珊作为这个台北市的副市长，你出于什么动机，你带柯文哲去理一个头发6000块钱啊？所以你就知道黄珊珊这个人不简单。所以有些人他认为这个黄珊珊这个人非常自私，出了这么大事情没有担当。这个事件造成对我们政党还有各位支持者的疑虑，我们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台湾民众党里面没有人要作假，也没有人要虚报。这个作业我们委托了专业的会计师，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难过。没有担当，愿意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后来民众党的自己的中评会出来考绩，说来开始，结果把李文宗、李文娟都给开除了，开除民众党党籍了。结果黄珊珊呢？黄珊珊只是停权3年，而且还让他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要我说，这个社会观感真的是烂到家了。这呢是整个柯文哲啊，在今年8月6号之后啊，经历了第一场风暴，就是政治现金的风暴。但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紧接着第2场就来了。这第2场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今年啊，也是8月中旬的时候啊，有人就发现呢，就是柯文哲的妻子叫陈佩琪，她呢注册了一个公司，用他自己儿子的名义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注册地点在哪儿呢？就是民众党的总部。而且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干什么呢？是搞传媒。但是有人就查了，说柯文哲的儿子啊是在日本留学，学的是核物理、核电。那你想想，他儿子又不是搞传媒的，那陈佩琪为什么要注册一个传媒公司呢？所以很多人就高度怀疑陈佩琪搞的这家公司啊，其实就是想从民众党那个地方搞这个业务。那民众党你搞文宣有很多业务嘛，那你这个接这不是非常方便吗？而且你自己注册的公司地点就在民众党的总部，这瓜田李下的完全都没有在意啊。那陈佩琪就开始出来解释啊，说啊，其实啊，当时他其实是想自己开个咖啡馆，不是他自己的儿子要开，他自己马上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搞个咖啡馆呢，他觉得他自己有事情做。但他一说更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陈佩琪还没有退休，他是属于医生，按照台湾的法律，他这属于犯法了。那紧接着检电又开始调查了，所以这是第2场风暴。紧接着事情还没完，那么有一个叫林冠英的人，这个人呢，过去呢也是民众党的党员啊，后来呢就是也是跟民众党之间发生了理念分歧，就被民众党给开除了。他就在网上就爆料，他说啊，就是今年3、4月份呢，柯文哲跟他自己的太太陈佩琪啊，就在台北市开始看豪宅。准备买豪宅，这豪宅多少钱呢？说将近2亿台币啊！这消息出来之后就炸了。你想想，这柯文哲平时在网上都说自己清廉，你要买2亿的豪宅，2亿的豪宅折人民币
3、4千、4000多万、5000万人民币啊！那你想想，那柯文哲哪来的钱呢？因为柯文哲作为总统候选人呢，他自己的财产他必须申报。他申报的时候呢，就是总统大选之前，他说他有2400万存款，家里有3套房子，他自己这套房子呢也就卖个6000万，儿子有一套，也就是值个2、3千万。那你要买一套将近2亿的房子，你哪来的钱？大家就质疑你这个柯文哲，你是不是贪钱了？你家里是不是有眯起来的钱呢？结果柯文哲就是解释啊，说我们这个时候看一看，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传出这个夫人佩琦有看上了1.2亿的房子，而且就在立法院附近，你知道这件事吗？那个是他有想过要买房子的，东看看西看看。不过现在台北市的房子哦，天哪，这个只能看看而已。买房子是为了党还是为了家？没有啦，他也在想这私人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奇怪，为什么这种事要变新闻？结果很多人就开始扒他当时。实际上，陈佩琦是跟着民众党的一个金主一起看的，看了好几个地方，那价钱呢大概是1.2亿，就是准备买了，不是随便看看的。柯文哲正在风头上，然后陈佩琦在上个月去看房子，他们觉得可能房价会被影响，然后柯文哲休息站，对，然后会影响安宁，所以住户才跟这个朋友抱怨，所以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那他只是看看吗？还是真的已经打算要买了？我觉得是应该是准备好了。我知道是一个金主是带他去看的啦，因为我觉得陈佩琦他金主带他去看，是民众党支持者，金主带他去看。哎呦，安内代志撸大条啊！我觉得有钱买房子也没有错，那金主带你去看也没有错。可是你现在账务一团乱，甚至流到不可。有钱买房子没有错，但钱从哪里来的？对，如果不是自己赚来的就有错。他的财产申报是2400万，是柯文哲哦，2400万如何去看一个1亿2000万的房子？你连头期款都不够付。那么大家就可以给他算，他看的这个房子啊，属于豪宅。按照台湾的法律规定呢，这个豪宅啊，贷款的这个最多只能贷40%，最多只能贷40%。那40%的话，你1.2亿，那不得5000万吗？5000万，你柯文哲，你家里的存款，你报的时候只有2400万，那你这个5000万，你剩下的钱哪来啊？你哪来这钱去买这个房子呢？柯文哲就说：“他说我们不缺钱，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台大医生，我们有的是钱。坦白讲要买一个1亿元的房子，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啊。我也不用去装穷，我们本来就买得起。”但紧接着他又说：“哎呀，这个当时陈佩琦看的那个房子好像很贵，每个月的管理费都跟我的退休金一样多，好像不太值当。”前后矛盾。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扒出来了。今年5月10号的时候，柯文哲就已经在台湾的立法院旁边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价钱呢是4300万。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用现金买下台北市的房子。民进党北市议员踢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真的买房了，而且没有贷款，用现金买下4300万元的北市商办。所有权人他的身份证字号跟柯文哲是吻合的，再来，他登记的地址跟柯文哲现在所居住的地址也是吻合的，证明就是柯文哲就是这一个房屋的所有权人。这套房子啊，那柯文哲买完之后也没声张，那大家扒出来之后，那你这4300万哪来的呢？有人就发现了，柯文哲啊，其实啊，这个钱呢用的是政治现金。这里头啊就有一个背景啊，就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啊，就是选举这个当事人，如果你过了5%的这个门槛之后啊，你会拿到选举补助款。这选举补助款呢，就是每得1票有30台币的补助款。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有些人呢，你选举你没有钱，你募不到款嘛，对不对？不能让你赔钱，那就你1票给你30块钱。那么呢，今年柯文哲一共是得了369万票。他就大概有1.1亿台币的选举补助款，那结果呢？这1.1亿的选举补助款呢，柯文哲把1/3给了民众党，2/3大概是7380万就自己拿走了。自己拿走之后呢，有人算了一下，他就直接去买了这个立法院旁边的这4300万的这个商住楼。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炸了窝了。你要知道啊，这选举补助款理论上来讲虽然是给个人呢，但是历届台湾的这些是参加总统选举的人呢，是没有人把钱装到自己腰包的。
你比如说今年人家赖清德是1.6亿的选举补助款全捐了，这侯友宜1.4亿的选举补助款全捐了。历史上蔡英文、陈水扁，包括马英九，包括韩国瑜，所有这些人拿了选举补助款，没有一个人装到自己的腰包。但柯文哲是第一个把这钱装到自己腰包的人。柯文哲自己解释说，他说我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呢？那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选人的例子哦，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这个解释不堪一击。为什么？你要搞一个个人办公室，你为什么你不用民众党的名义买？你为什么钱发到你自己的手里之后你自己去买？而且那个房子现在呢，它其实还不是空的，是租出去的，是带租约的。有人查了一下，一个月租金是6.5万台币。最近这个约是112年5月1号到114年4月30号，因为买卖不破租赁嘛。你现在跟我买的，我原来租给人家期限还是要继续租嘛，对不对？所以柯文哲，你们去买的时候，到底是真的要来自用，还是知道这是可以租的？因为这边已经收租收了13年，你不是说你要当办公室用吗？但显然现在是出租的。显然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知道是出租的，显然你在过户之后你也知道是出租的，不然不会有这一份这个换约的声明书嘛。柯文哲，你说做个人办公室，那这不是瞎说呢吗？显然实际上是把这钱洗到自己手里。换言之，就算是你想要是搞成柯文哲的办公室，现在出了事情，别人给你揪出来之后，你也没把这个办公室捐给民众党啊，对吧？你现在这个租金，你每个月的6.5万的租金，你到底是给民众党了，还是你自己拿走了？还不是装到你夫妇自己的腰包里去了吗？可以说，就是这4300万商住房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是压死柯文哲的最后一根稻草。至此啊，柯文哲苦心经营起来的所谓的廉洁透明这样的小草的代言人的形象，应该说是基本上完全破产了。最新的民调显示啊，柯文哲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中间，不信任率已经高达69%，创了有史以来的记录，就是没有当权者、没有权力的一个政治人物，不信任者达到69%。而且说到这儿还没完。现在检调部门还在调查柯文哲在当市长期间的几个大案，其中有个叫光华城案。这光华城案，柯文哲真的就有可能犯事儿，就要进去了。有人说这星期五有可能要把他抓起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光华城案。这光华城案是怎么回事呢？就台北有一个光华城，这个房子呢，钢筋混凝土的啊，建了30年，结果呢就拆除改造，它原先的容积率是3.9。结果重新改造完了之后呢，变成了8.4。大家都知道，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啊，你这容积率翻了2倍还多，那就意味着开发商可以盖更多的房子嘛。那么关键是这容积率翻倍这个过程中间得有一个政策依据啊。据说当时啊有一个委员会评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理由不足，结果呢，柯文哲直接下令说就按这个方式来办。那这个在台湾就有可能犯了图利罪。而柯文哲过去其实也有说，他说他自己并没有权管辖这个是都委会的共识决，但是同样也被爆出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都发局发的公文上面确实有他的亲自盖章，所以也让人质疑，难道柯文哲在这过程当中，他真的没有施压吗？因为现在也被爆出了，在这金华城案件之中，他们中间开了很多场的会议，但是其实有部分的委员，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不能提高容积率，甚至是持反对意见的。透过下一张图表，我们也来带您关心，就是林传媒他们当时有报道的相关内容，包括就是像反对的委员，他们都被撤换掉了。因为你这个行为啊，就让这个开发商啊直接获得了大笔的不法利益啊。虽然不一定这个钱直接流到了你柯文哲的腰包，就没有对价，但对价有的时候可能会隔很多年，比如说你隔了20年以后，你柯文哲才能拿到好处，对不对？所以图利罪不以你柯文哲拿没拿到钱为前提，这个一旦要是建构起来，柯文哲可能真的就要被抓起来了。应该说，整个柯文哲的事件啊，到此为止还在不断的延烧。就截止到我录节目的时候啊，据说民众党的总部在开会，说柯文哲有可能要辞职。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柯文哲也包括民众党这一次受伤是极重。接下来啊，我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啊。今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啊，我去台湾去做采访，这3个政党的总部我都跑了，而且当时可能有些人都看出来了，
我其实对台湾的民众党还是有蛮多期待的。你看，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柯文哲的杯子，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台湾确确实实政党恶斗啊，使得台湾的政治这样的一个生态不正常。台湾的确需要一个跨越蓝绿的政党来解决台湾现实的这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众党的出现呢，的确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没想到啊，柯文哲应该说啊，他是辜负了这个信任。我觉得这里头第一点，首先啊，就台湾的政治申报制度现在确实是比较完善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完善的政治申报制度，才让人们能够发现柯文哲瞒天过海的这些做法。比如说，你政治现金，你所有的财产、所有的花费，你都必须申报给这个监察院。监察院在收到这些你的这个政治现金的处理之后呢，要把它全部公开。其次，你政治候选人，你要选总统，你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你家里有几套房，你在哪儿买了房，你有多少存款，也必须申报。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使得柯文哲试图牟利的行为啊，能够最终大败于天下。这一方面，我觉得台湾的制度确实是值得称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柯文哲啊，辜负了台湾这批年轻人、这些小草的他们的期待啊。在读柯文哲的这个故事里头，我觉得啊，有一个公司的故事啊，我读起来都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是有一家公司叫立鼎公司。这立鼎公司啊，他的老板呢姓叶，他是柯文哲的铁杆支持者。结果呢，他这个在柯文哲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啊，他就主动找到民众党，说帮民众党做很多周边，然后帮民众党来销售。那当时呢，李文宗呢就答应了，就双方就谈妥了。结果的这个立鼎公司啊，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就生产了1300万，就投资了1300万来生产柯文哲的那一些周边呐什么之类的。结果很快啊，双方就闹起了矛盾。矛盾之后呢，这李文宗就不承认了。不承认就是说，你这1300万我们也不给了。结果这立鼎公司呢，就一下子就惨了。你想想啊，这1300万的货压在自己的仓库里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去卖。据说啊，他们到民众党的总部啊，或者造势晚会那去卖的时候啊，还被民进党给赶走。在民众党里头啊，只有他们台中的蔡壁如当时帮他卖过一些这些小东西、小周边，应该说非常不容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立鼎公司这几个人呢，还在不断的支持柯文哲。在去年的12月23号和12月25号，他们呢还给民众党捐了钱，一次捐了1万多，一次捐了2万多。结果啊，选举完之后，他们才发现，看了这个报表，他们捐给民众党的这些钱呢，竟然被民众党拆分了，变成了小额的匿名捐款。因为按照台湾的法律规定，低于1万块钱的这个捐款啊，你可以是匿名上报。那么大家就怀疑了，你其实为什么要把人家这个1万多、2万多的这个捐款，你拆分成这个低于1万的呢？不就是想隐瞒你的这个捐款的来源吗？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让立鼎公司这几个老板伤透了心。在选举完之后，他们在找民众党的时候啊，是民众党其实也不认，结果双方还对簿公堂了。所以我就说啊，通过这个例子，我感觉到这民众党也包括柯文哲啊，他真的辜负了台湾年轻人呢对他的一片的这种期待。应该说，台湾的年轻人呢，在今天的台湾社会中间，确确实实非常需要政治代言人，给他们在政治上有一种表达。我在台湾采访的时候，那么多年轻人支持柯文哲，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房子贵啊，没有工作啊，然后这个社会没有出路啊，工资不涨啊，这都是台湾年轻人今天现实的社会问题。柯文哲为他们代言呢，所以他们支持柯文哲。但问题是，柯文哲你自己说的这政治理念和你自己做的之间相差太大了。你想想，当你自己为自己拿着这个政党补助款去买豪宅的时候，你在说居住正义，大家还觉得可信吗？对吧？所以现在有人说柯文哲就叫上亿夫。什么叫上亿夫？上亿夫就是上亿的这样的一个夫人。那么你再说居住正义的时候，大家不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笑话了吗？所以有人讲，柯文哲现在已经从政治明星变成了一个欺骗那些小草政治感情的政治渣男。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啊，经此一战啊，我觉得不光是柯文哲恐怕要政治生命完结啊，整个台湾民众党啊，
估计可能都会逐渐的泡沫化。想想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这民众党的8系列立法委员进入到立法院之后啊，成为了一个关键少数，他们联手国民党啊，跟民进党啊斗争，在这个立法院职权法的立法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后来民进党啊又提起释宪，这个释宪的结果呢，对蓝白双方啊都不是特别有利，但黄国昌啊在这个宪法法院上慷慨陈词的那一幕啊，确确实实给人感觉到这民众党的战斗力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凶悍的啊。可眼下呢，随着柯文哲走下神坛，随着下一步啊检调部门可能围绕着柯文哲不断的进行调查，那么整个民众党的政治势力啊，可能很快的就会烟消云散，台湾可能会重新回到了2党制。现在的这些啊支持柯文哲的民众啊，基本上最新的民调又全部跑到了民进党这一边。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啊，可能啊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现实。哎呀，说到底啊，政治本身呢，如果要是不能完全公开的话，或者说政治人物啊搞政治的时候还有政治私心的话，还有，那么他其实带领他的政党就很难走得长远。柯文哲啊，过去12年间7星啊也呼延，应该说啊这次跌下神坛呢，7王啊也呼延。令人特别感慨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他本人没有那么多私心，如果他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国民党能组成蓝白合，那说不定真的就能扭转整个台湾的政治势力、政治版图。但是啊，这个人内心的私欲啊，最终战胜了他的所谓的标榜的政治理念。所以啊，整个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政治表现，在现如今倒过头来看，都仿佛成了一场政治笑话。那么我们不知道柯文哲的明天是什么啊？但是我想相信的是，有一点，只要是台湾坚持这样一种政治透明化的道路，那么呢，我觉得台湾的在政治方面的这个期待啊，还是值得我们共同的去希望的。我们也希望啊，台湾在蓝绿2党之外能够走出真的第3力量。柯文哲不行了，也希望其他的人能够重新举起超越蓝绿的这样一种中间道路的力量。而这个呢，我相信啊，一定会代表着台湾政坛的未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无党无派，在蓝绿的夹杀之下，我还是坚定的向前走。选举是一场改变台湾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我也非常谢谢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支持我进行这个改造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谢谢大家。坦白讲要买个1亿元的房子，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啊。我也不用去装穷，我们本来就买得起。台大医院的薪水相对还是在医院里面是比较低的。其实医生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好看。贷款完哦，去吃卤肉饭，我说还是吃比较便宜的就好。去年要选总统的时候，在12月的时候还说他为了选这个总统已经做到快要倾家荡产。所有权人他的身份证字号跟柯文哲是吻合的，这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台湾民众党里面没有人要作假，也没有人要虚报。登打的业务全部外包，偏移形式，你知道吗？没有一笔一笔输入，最后就找那个最大笔的把它灌进去，造成今天的这个错误。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但是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常常会引起这种很多的误解了，还有这个负面的观感。这是我个人视力不周的这种坏习惯，你知道吗？这是我要面对的责任。因为这种种的错误，你知道吗？我几经思考，你知道吗？我还是要向党请假3个月，你知道吗？自动申请调查，你知道吗？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你知道吗？到底还能不能带领台湾民众党？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愿景，还有继续前进的力量？
这4年，我们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做了这么多的事。其实，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改变成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但是，改变成真，一定要有一个认真工作、奋斗不懈的柯文哲。